下一个步骤好简单，我们把这个翘起来的这一块，把它做对折，四边都一样。把这个角胶折到中间来，把它压实。另外这一侧也是一样。两边都折好之后，把它反折，折到背后去，把线条拉实。这个角就做好了，其他3个角一样的做法。现在我们要使用的是双面胶带，好，我们撕下来一小块，大概是正方形，我们要来把它粘在这个正中间，弯一点也无所谓哦。然后我们把它撕开，好，拿出我们准备的小壁纸砖，我们先用铅笔帮助我们找出它的交叉点。这个是要帮助我们定位的，先画一个交叉，然后我们要来装在这个上面，从这边插进去。这时候请注意，先不要去粘在那个双面胶带上面，不要用力压啊，先把它插进去，可能会有一点跳开，有一点耐心。好，放进去之后，我们可以稍微移动一下，因为我们有画了一个X 哈，这边就是它的中心点。那我们可以跟我们折纸的这个痕迹稍微来对一下，让我们的壁纸砖能够放在中心，差不多就可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压紧，让双面胶跟它粘起来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前面所介绍的折法是我们把色纸的彩色部分朝上，如果我们把彩色部分朝下，也就是白色朝上的时候，我们会折出像这样子的一个组合。那在这边的话，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小小的变化的折法哦。同样的是把这个4个角呢往外面折。折好了之后呢，我们要先拿出双面胶来。我们先把纸砖要粘上去。同样的，我是拿了一张已经画好对角线的纸砖，哈，那我现在就放上去。这个对角线一样是可以让我们来给壁纸砖做定位的啊，这样就比较不会放歪掉。差不多找好位置之后，再把它压紧。下一个步骤有一点点不一样哈，我们这个角角把它折上来，
另外这边也是一样。然后我们把刚刚的折角把它折到后面，这样子就会露出底下色纸的颜色。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们可以来稍微比较一下这两种折法的差异之处。这一种一开始的时候是色纸朝上，这一种是白纸朝上。这一个的话，它的彩色面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；这一个的话，白色面会在上面，旁边就会露出色纸的颜色。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一个五角形的大小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五角形显然比底下这个要小一点点。OK， 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创作的时候，这一块的面积啊，我们在这里可以做更多的表现，就是这一点点差异，其他的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两张作品就是刚刚两种折法的不同呈现。这一张就是色纸花色朝上的时候，它的四个角都是彩色的。这一张就是白纸朝上的时候，四个角都是白的，色纸的花色是体现在四个三角形之上，它们都是可以有很棒的一个创作空间。那这边它比较大，这边它比较小，两种都非常的好看。在开始进行创作之前，我们可以有一个动作哈，因为这个角角它是没有固定的啊。你如果怕它日后会翘起来，我们可以利用滚轮胶，或者你有口红胶哈，就可以把它稍微拧一下。这个只是加强固定，你不做也是可以啊，就是把它翻开，稍微拧一下就可以了。在正式开始创作之前，我们可以先画几条暗线来帮助我们定位。因为我们要画的这个是一层一层会交错起来的啊，所以稍微定位一下，画起来会比较整齐，比较好看。我们就是沿着这个线条，这样子把它画下来。请拿一支稍微粗一点的笔啊，或者是普通的带针笔，你稍微再画大一点也可以啊。我们在这个五角形的上面它这个两个角，我们把它画上黑点。在 B9 纸砖上面这一条横线的这个中间点，大概1/2的位置，也是画上黑点。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使用带针笔哈，我们要画像哈金斯一样的图样。我们先从其中一个角哈，我们先画圆弧线。内侧。接下来是这一个部分啊，因为这个纸本身有厚度，所以我们要把它压好，然后来画。
我们在外侧这边四边先把中间的这一条线先画出来。接下来的线条是从这一条线要从这个底下跨过来，要绕过来，要接到这个位置，等于是接到这一条线过来，是这一个逻辑，好吗？哦，你如果不是很确定的时候，可以先用铅笔来辅助。要画到这里。用带针笔把它描起来。这时候我们把它做延伸哈，也是从这边从后面画，直接画出去。这里一样。我们在这边画上细细的光环线。再来一个穿插，就是这一条线要连过来在这里，所以它会是这个样子的。OK， 这边是连过来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以此类推。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小三角形把它涂黑。这四边彩色的角哦，可以做很多不同造型的变化。那我这边就很直觉的咯，我就画这个很类似水晶的造型。我们这四条哦，用简单的造型，就是画圆圈圈，旁边的缝隙就把它涂黑。顺着下来。
这边我们为每一个哈金斯画上光环线。这边会碰到纸砖的边缘哈，会比较不好画，大家要慢慢的，有点耐心。我们用简单的直线条来做装饰。中间我们可以画一个宝石哈，那当然你如果要填入其他的图样也是可以。我个人比较喜欢画宝石，感觉效果很不错。先用金色的笔，我们来勾画一些金色的线条。这边圆珠珠的部分呢，我选用2支闪光笔啊，那这个颜色的选择是搭配这个色纸的颜色啊，所以就不管你用什么色纸啊，都是可以的。那颜色搭配上就可以以色纸为参考来进行创作。我们用铅笔来制造一点阴影啊，这个是水晶的部分，也局部给它一点点阴影。运用白炭笔来为它提亮。这边也可以加一些白炭笔。使用白色水样笔在这些珠珠上面加一点高光。
最后我们来画宝石，那我先在里面哈就加一点点，好像是裂开的纹路，这个是很随意的线条。我今天选择的是一个黄色棕色系的一个宝石啊。那为什么会选这个颜色呢？因为紫色的对比色算是黄色啊。那我先用金黄色做一点颜色的变化，然后稍微浅一点的颜色来整个铺满打底。再来用一点点橙色。我希望它是亮一点、活泼一点的，就是画一个月牙的形状。最后用一个比较深的棕色画在一侧，也是月牙形状。画宝石的方法，在我许多影片中都有演示哦，那大家可以随意的观看，我在这边就不多做解释了啊。最后再找个你觉得 OK 的地方签上大名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来跟大家近距离看一看这张作品，因为折纸的关系，它本身是立体的，所以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棒的阴影效果，立体感十足。这样的折纸缠绕难度在于前面的折纸部分需要多加练习，至于后面缠绕的部分呢，就可以天马行空，随意发挥了。OK， 以上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内容，希望你会喜欢。我们下一节课再见，拜拜。